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呢，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在很多场合里啊，包括这个培训班上啊，或者是给人做辅导的时候啊，强调跟别人沟通，都会说这样的话，说咱们呀，这个人和人之间沟通啊，一定得讲究方法。千言万语归到一句话，咱们得好好说话。也确实，这些人呢，确实有办法。他们跟别人沟通的时候，确实能做到好好说话，让很多人觉得如沐春风，而办事效率因此呢也非常高。但是这些人里边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比例是什么情况？他把好好说话的这个机会啊留给了外人，就是你跟其他人沟通说都没有问题，可是这些人，有的人一回到家就不一样，就跟变个人一样。跟最亲密的人反而是经常发脾气，经常发火，有的时候甚至不讲理。就他在外面好好说话，回到家里偏偏就不好好说话。我估计有这样感受的朋友，那不止一个两个。现在在看我们节目，这些朋友你是不是也有这情况呢？比方说在单位跟领导，那不用说了，点头哈腰的；跟同事呢也能做到和睦相处，就有点怨气也能压着，这面子上的好看得过得去。可是，一回家，跟父母、跟子女、跟自己的配偶、伴侣，没几句话呢，就呛上茬了，腾腾腾腾腾，就一通发火。结果，由于自己在外边一点不顺心的事儿，影响的全家都跟你不痛快，家里整天弄得鸡飞狗跳的，家人不高兴，你也不高兴。我想，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恐怕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吧。那么，可能每个人在想说，这是为什么呢？那我跟别人怎么能和颜悦色呢？我为什么就跟自己最亲密的人反而总发火呢？搞得大家都不高兴。那么咱们今天这期良知就从人情的角度给大家说说，为什么我们总愿意跟亲人发火。那么跟亲人发火这个事儿，咱应该怎么能克制住？谁都知道这样不好，但该怎么办？咱这期节目给大家探讨一下咱们家里边这点事儿。有首老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最深。这还真是唱到了每个人的心坎里。这不在工作生活当中，我们往往就把好脾气给了外人，却把坏脾气不加思索地丢给了身边最亲近的人。不信你看，工作上出了差错的你，同事怎么说都可以忍，可回家换做那个他，多说一句就是一顿腥风血雨。原本在外是言听计从、和颜悦色惯了的秘书，可回家一旦有人指手画脚，就摇身大发雷霆的老板。就算真是遇到有意见、忍不住要发脾气的事儿，也要打个草稿算算成本，专门挑个软柿子捏。本期良知给爱发脾气的你顺顺气，别对家人发脾气。首先咱们得知道为什么你这么愿意跟亲人发火，这里边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们对亲人的期望值特别高。因为我觉得别人的外人嘛，咱也不能指望着人家对你多好，可是你是我最亲密的人呐。比方说你是我爸爸，是我妈妈，是我孩子啊，是我的爱人，你就应该对我好啊，你就应该理解我呀。所以很多人会这么想，认为自己的亲人最该理解自己，最该对自己好，所以他对亲人的期望值无限的提高。其实殊不知，我们的亲人不一定在所有事和所有时间上都能站在我们的角度来关心我们、理解我们，他不是全天候的。所以你看这一点就容易形成很多误会。我看《红楼梦》的时候有那么一回吧，很有意思，就是贾宝玉呢，他爸爸带他到大观园里边，又题诗题对的，结果宝玉呢还有几分才学，表现得很好，贾政也很高兴。宝玉这一出风头，自己也高兴，很少得到爸爸认可呀，也高兴。他这一高兴呢，就身边的这些个仆人呢来讨赏。哎呀，二爷您给我们点什么？宝玉就把身上戴的你像这个首饰了，那个玉佩了解下来，就都给这帮人。等他回到自己屋里的时候，袭人一看呢，哟，这宝二爷浑身上下也没剩下什么了，这些饰品都没了，就说是不是那些小厮向你都给逃走了？贾宝玉说是啊，他们要我身上弄个溜干净，什么我都给他们赏。他们正说这句话时候，黛玉来了，正听到这句话，一听到这句话，黛玉马上脸就撂下了。
为什么呢？就前不久的时候啊，黛玉费挺大劲呢，给宝玉绣个荷包。这其实咱这么说，俩人这就心有灵犀。这绣荷包干啥？这就跟定情信物似的。宝玉说：“哎呀，我拿过去，我一定啊，宝贝啊，带我身上，天天我带着，就像你在我身边一样。”反正挺肉麻的话说不少。黛玉一听这话，身上东西都送没了，心里咯噔一下。再抬眼看，宝玉上下确实除了这衣服以外，其他所有的饰品都没了。黛玉当时就生气了，马上就撂一句话说：“宝玉，你再想向我要东西，门都没有，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一扭身回去了。宝玉看呀，这闯祸了，赶紧跟着黛玉就跑。结果黛玉回到屋里呢，她给宝玉正做一个那种香袋香囊呢，来气做到一半呢，拿剪子咔咔给剪了。意思我给你东西那么宝贵，相当于定情信物，你抬手就给一个仆人干嘛你？我再不给你咔一剪，这宝玉进来一看，紧赶慢赶没赶上，也挺心疼。你干什么呀你？俩人就吵几句。这时候宝玉就说了：“你可不对了，你看看。”说着把这个衣服领解开，然后手伸到里边去，把这个荷包掏出，说：“你看看，我一直贴身放到我心脏这左边这儿，我心脏这边，这就等于我心肝，我一直也没，我搁里头怕别人拿走，怕丢了。你看你。”黛玉一看，哎呀，这脾气发早了，就没问青红皂白就发火了，也挺不好意思。完，宝玉再好妹妹好妹妹哄两句，俩人就和好如初。哎，你身上佩戴的东西呢？准是叫那些没脸的东西给你解去了啊！我给你的那个荷包你也给他们了，我给你的荷包你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要我的东西可不能了。哎呀，林妹妹你别走，你听我说呀，我反正也是白效力了。你瞧瞧这是什么？我哪回把你的东西给过人家？那么黛玉为什么就这么急，就不能等一会儿呢？就是你再等一会儿，你是他这看着是没了，你不行揣里边吗？他为什么不能等呢？就是在他的潜意识里边对宝玉的期待值太高了。就是你看我爱你，你也喜欢我，我给你东西你都得当宝似的珍藏着，这都不用想，别人可以，我送他个东西他可以不当回事儿，你怎么可以呢？你不可以啊，我给你你也得当宝贝存着。他心里边先入为主就是这些期望值，结果一看宝玉身上没什么东西，马上他就火了，就是他对自己身边的人最亲密的人，因为黛玉呢在这个贾府上啊，他算寄人篱下，父母都没了啊，这到自个儿老了，这在他心里边是把宝玉当成最亲密的人，你其他你无论王夫人还贾母那儿，毕竟长辈离着有距离，所以他对宝玉的期望值太高了，才会出现一见这情况马上就发火，就没有耐心，这理所当然。他别人我们可能想，哎呀，咱别冤枉人，是不是？你肯定会这么想，但对自己亲人你就该这样，你怎么能这样？这火腾就起来了。这就我们平常经常说的，就对亲人的期望值太高造成。你看生活当中这种事儿非常多见。这我认识一个这个说小女孩，也不小了，也都30出头了，结婚了，跟老公俩人感情挺好。就这个女孩在单位里头呢，工作过程当中啊，她出了点小纰漏，然后同事呢也说她2句，完了又帮她分析一下，说你这事儿哪不对。当然人家说的反正挺苛刻，她听了也不舒服，但是呢人家说的呢也有道理，她就对，点头，虚心吸取意见，我怎么就把这场合圆过去了。然后她回到家里，她是不太痛快，就跟自个老公说，我今天在单位怎么地，我这事儿我怎么做的，同事怎么说我的。她老公说，哎呀，人家说的对啊，你办事儿一直就有这样的问题和毛病，你得。结果这话刚说还没说完呢，她马上这个晴转多云，多云转阴，劈头盖脸把她老公一通骂，把她老公骂得很委屈。我帮你分析事儿呢，我为你好，你干嘛？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她心里就觉得，你是我老公，别人对我冤枉我也好，还是公正对待我也好，还是苛刻对待我也好，那是别人，你不行，你是我老公，你无论出啥事儿，你都该无条件地站在我这一面，你应该充分地理解我，帮助我，关心我。
你不能别人说我这不好，你也说我不好，要别人说我，说完了我不好，你再说我要你干嘛？我要你何用？他是这么想，就他觉得最该理解他、爱护他的是自己老公啊，结果怎么你也跟外人一样，也说我的毛病，这火腾就上来了，这不就是吗？对自己的爱人要求太高，期望值太高。其实我想呢，大家应该放平心态。就你最亲密的人，他是爱你，是关心你，他也不可能在所有的事上都100%无条件的站在你这一面。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大致的是非判断，都有一个第一反应，就一听这啊这不对啊这对，他可能再想一会儿说，哎呀，你既然是你做的不对，也对他可能会有这反应，你得给他这空。所以你不能对家人期望值高到这程度。希望他全天候360度无死角的是恭恭敬敬在这对你好，那你还不如找个奴隶呢，那也不是和家人相处之道。所以我说，为什么你好对亲人发火？第一点，你对亲人的期望值太高；第二点呢，是亲人对你的期望值高，你受不了了。前一个我说的是你对亲人期望值，这个是亲人对你的期望值，就是我们在家里头。你发现外人就对你真有什么期望，也不会把你逼到焦虑崩溃的程度。可是家里人不一样，家里人有时候对你期望值很高，可是你呢又达不到人家期望值，你又不想让家里人失望，又不想让家里人不开心，所以这个时候你往往就容易崩溃，一崩溃脾气就容易发作。如果说前一种这种对家人期望值高发脾气，往往存在于呢，这个你和自己的爱人之间多。我说第二种情况，经常存在于你和父母之间，就你的父母对你有这样那样期望值，你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在这条路上接着指责你的时候，你就极容易发火，而且这脾气简直大得不得了。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就催婚这个事儿。哎，就说你把你在北京北漂，老家父母啊，说你都老大不小，都30了，你赶紧找对象结婚呐，你干嘛呀？就这样式的，最容易出现发脾气的情况。为啥呢？家里对你有期望，认为你老大不小了，他们也想抱孙子、抱外孙子啊，所以你呢受不了这压力。你原来这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他呢旁边他的秘书。一个男孩，男秘书，这男秘书每年就最近这几年过年不回家，家是河北的，离北京挺近，不回去。一到春节时候值班排班，他主动要求我30初1我来值班。常觉得说这孩子怎么回事，怎么不愿回家呢？结果有一次临到春节了，他爸爸给他打电话，他拿手机接在走廊里头，结果他的老板，我的朋友出去卫生间就听到了。很吃惊，就在电话里边呢，他对他爸爸那简直那脾气发的那个大，就跟雷霆之怒似的。你看，啪，你这怎么就吼上了？结果他这老板，我这朋友大出意料，说这个小伙子平常很温和，他脾气特别好，而且很讲究跟人沟通，有的时候和客户和什么聊天都让他去，他能把所有人弄得感觉很舒服，如沐春风。他怎么对他爸爸这样呢？哎呦我天，疾风暴雨啊！完了，我这朋友就把他找来了，说我是你老板，我得了解了解你情况，你怎么了？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说老板对不起，真不是那样，我已经连着2、3年没回家了，为什么过年我都值班，我不敢回去，我一回去我爸我妈就催我结婚，7大姑8大姨都盯着我，给我搞得这个烦呐，回去也是吵架，说我还不如躲，都平常还好点，到年节我父母更过分，说那你为什么跟你父母这么大脾气？他说你不知道我心里头难受啊，为啥？我也30了，我也想结婚呐，要孩子怎么的，我不是说独身主义者呀，可是这不限于一些条件，咱现在做不到吗？所以父母给我这种压力，我太焦虑了，他的期望也是我想干的，但我做不到啊，他一劲还逼着我问，你说我能不焦虑，我能不愤怒吗？我就压不住火，我腾。你看这个事儿就特别典型，就是家人对你的期望值高，你呢达不到家里期望值的要求，这时候这种压力就容易转化成焦虑，焦虑转化成愤怒，你就开始对亲人发火。我身边也有那样的孩子，那你在我的手底下一天，那是很温顺的，
什么事处理都很好。可是，一回家跟爹妈说话，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就是他家里对他有期望，他有压力，这压力又转化不了现实的成果，所以父母一说就烦得不得了，就触动他身体脆弱那个神经。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为什么你对亲人经常发火？前面我们说是你对亲人期望值高，这是亲人对你期望值高，你又怕让亲人不开心，达不到他的期望值，所以有时候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愤怒。就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情绪，比方说恼羞成怒，比方说恐惧到极点变成愤怒，都是这么来的，就是你的压力转化成一种愤怒。为啥要把压力宣泄出去？由外界对你有压力改成攻击外界，亲人离你还近，他对你还有压力，他们变成了你攻击的目标。所以这是你为什么愿意对亲人发火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你对亲人期望值高；第二个，亲人对你期望值高。还有第三点，就是跟亲人发火啊，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我估计这个很多人都得承认吧。就是你对别人发火，那别人可能反击，他可能整你，不是当面整你，就背后整你。但是亲人，你对他怎么发火，他回头他也不会对你如何如何。所以很多人也就正是抓住这一点，就我对亲人发火，我的代价很低啊，我几乎没有什么成本。那我有负面情绪时候，我就跟亲人发泄，我跟别人发泄可能还会有不良后果，我对亲人发泄无所谓啊。你看，我记得这是得有10年前吧。这个单位里边有一个女同事，那岁数也不小了，但是她比我大，那时候她得有40了。就是我们大家都说老大姐，老大姐，哎呀，可温和了。平常给我们端茶倒水啊，就像姐姐照顾我们这些人一样，特别温和，从来没见她跟谁发过脾气。就即使这个事儿呢，令她很着急，哎，她基本上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能很妥当地处理这些事儿。到时候，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心理素质好的大姐。可是有一回出我们意料，我们出去玩去，在度假村里边，她爸爸给她打电话，什么事呢？我记得当时啊，刚有这个网购，在网上能买东西。她爸呢腿脚不方便，也想在家里在电脑上买个东西，好像是买助听器什么的。结果电脑他爸爸当时那时候有60多，退休了，不会操作这东西，刚学会，结果弄就忘了什么密码，这那也懵了，就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你怎么那么笨呢？我教你80遍了，你都不会啊？你这样你还网购什么呀？你拉倒吧，你把电脑关了吧，等我回家我给你买。”就跟那个妈妈损儿子似的，就跟幼儿园那老师啊批评孩子似的。我们当时就听了都很震惊，就从来没见他这样。后来我们了解了，那次我们出去玩呢，这个活动呢，整个什么他来安排他，就等于是就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嘛。结果呢，这个老板呢认为他挑这地方啊可能贵了点了，或者安排的时间上有点紧，他觉得挺委屈，这时候心里有负面情绪。正好他爸爸打来电话说这个网购这东西怎么弄，他把这一腔愤怒就发泄到他爸爸身上，腾就说了。他自己回头呢，有一次吃饭跟我们检讨，说其实自己心里不舒服，不应该跟自己爸爸发脾气。他说问题是那不是我自己爸爸，我咋说都行。你看这就是他的潜台词，就是跟自己亲人发脾气无所谓，我说过点也没啥。但是我们想这个事情我们最好还是能收得住，为啥呢？这跟亲人发脾气有时候也容易伤人，就容易把本来很和谐的家庭关系弄得紧张。再一个，尤其这个亲人处在弱势，甚至处在被伤害的过程当中，你这样对他发脾气，等于是属于什么呢？在伤口里撒盐，雪上加霜。我经过一回这事儿就亲身经历，就是我的老家在黑龙江，有很多亲戚。有一年是冬天的时候，我回去赶上个什么事儿呢？我这个亲戚比我大1辈，我得叫姨父。这老头当时有71、2吧。这样你知道北方冬天一下雪，道上不滑吗？这老头也不出去干什么，一下子踩到冰上摔倒了。这老年人怕摔他骨头脆啊，结果就这会儿摔出骨裂了，就给送医院去了。这下他儿女本来春节前那阵儿就忙活嘛，也赶紧到医院看他。我那个姨爷也到医院，那就伺候自个老伴嘛，儿女都来了。完了，我知道这事儿，
正赶上我回去嘛，我赶紧拿点东西啊，准备点钱呢，过去看这个老头去。结果在这个病房里头就看到这一幕，这儿女们来了，像我去我肯定安慰啊，我说姨父啊，你这没事，这养2天就好了，我说自己就注意点儿，老年人骨头都脆嘛，他儿女也肯定是安慰自己的这个父亲。结果我这姨呢，可不是坐到床边就开始数落着老头子，你怎么这样呢？跟你说80回了，你这啥呀？你呀，你什么腿脚啊？这外边冰天雪地，你还出去？告诉你多少回？你说，你现在自己受罪，儿女受累，你这宏达大老远回来都得来看你来，你说你折腾多少人？你干啥？你这日子过不过了？把这老头给数落的，尤其当着我面无地自容，那肯定是情绪很不好。可是这时候我发现呢，这个在病床前呢，所有伺候这老头的事儿不是儿女完成的，都是我这姨老伴完成的。而且就是数落这老头的时候，他还给老头掖背，还帮着护士把那温度计拿出来。完了那个时候这手还拉着我姨父的手，意思试试他手凉不凉。你说你对亲人都这种程度，你在嘴上就不能饶人，就偏偏他得把这火发出去。就是他觉得这时候他觉得折腾这些人他不好意思，可是呢，那我肯定发不着火吧，又不敢跟护士大夫发火，那只能在老头子身上发火，成本最低吧，无所谓，反正你发完火，咱俩就这少年夫妻老来伴，你也不能把我咋，你也不能说我什么，其实他心里潜台词是这些东西。所以我说到这儿，你可能明白，就这第3点原因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跟亲人发火这个成本最低，无所谓，反正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后果。那这是我说的，为什么你愿意跟亲人发脾气3点原因。你对亲人期望值太高，亲人对你的期望值成为一种压力，让你不堪重负。再第3个就是跟亲人发火成本最低，无所谓。那么咱们把这个原因分析完了，就得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就是有的时候跟亲人憋不住要发火，咱怎么办？我给大家提供2条非常重要的解决方式。第一个是控制情绪，第2个是换位思考。控制情绪是治标，换位思考是治本。怎么叫控制情绪呢？就是人呐，发怒，科学家研究表明，人发怒的时间是12秒钟。就这事儿把你惹怒了，你那情绪简直爆发的不可遏制。这种情绪在高峰值时间也就12秒，过了12秒之后，心平气和了。我们平常生活常有这事儿，那股火上来的时候，恨不得把这房子都点着了。但是这股火下起来，世界又很美好，啥都忘了。那么这12秒，咱们说冲动是魔鬼，经常容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怎么办？控制情绪。怎么控制情绪？直接对着这个你很难控制，转移注意力，就是在你要发火这事物上转移开，把它躲开。那怎么转移呢？我给大伙儿说个事儿。春秋时候呢，有一位那个挺了不起的人物，是蓝田侯，他名叫王树。这个人呢，就脾气暴躁到一定程度，有时候一上来那劲儿根本控制不了自己。他脾气能暴躁到什么程度呢？比方说吃只鸡蛋，把鸡蛋剥了壳了吧，他想用筷子把这鸡蛋扎起来搁嘴里吃，可剥了壳的鸡蛋它滑呀，一扎没扎住，再一扎又没扎住，急了拿筷子一使劲儿，这鸡蛋出溜掉在地上。他就从岸上下来，跑到鸡蛋用脚踩一踩，一下也没踩住，鸡蛋也滑，把他气的。那鸡蛋滑哪儿？他追上之后呢，趴到地上把那鸡蛋从桌子底下拽出来了，就等于抓出来了，搁嘴里头了，咬把鸡蛋咬破了，呸，他吐出来。他旁边仆人看着都乐，你跟谁较劲呢，大人？这是脾气暴到这程度，他因此坏了很多事。而后来呢，他有一位做文官的朋友跟他说王叔，你这样可不行，你呀必须得制怒，控制自己情绪。怎么控制呢？转移注意力，你琢磨别的。他想来想去怎么琢磨呢？他设置各种方法。有一回呢，他因为这个意见不一致得罪了另外一个大臣，这大臣就找他兴师问罪。他当时也挺生气，但是一想，我得制怒。那个大神跑到他家里来骂他来了，外面说那谁来了，他说我先躲起来。躲哪儿呢？
转移注意力，他躲厕所里了。那厕所里那为什么啥的，能转移他注意力？这位大臣到他这客厅一看，他不在，你不在我也骂你，屁话骂得狗血喷头。过一会儿呢，这人走了，又过一会儿，这王树从厕所里出来，问下边，他走了，走了啊，走了，好，走了好。如果他知道自己站在那客厅呢，面对这个大臣骂他，他肯定受不了，那都动手，跑厕所里一躲，把这股劲儿过去了。这就我们说的转移注意力，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情绪。因为你跟家人要发脾气的时候，其实你控制情绪、转移注意力是干嘛的？躲风头。你不是躲别人的，你是躲自己的。咱们经常说两军交战时候，说对方士气正盛，不宜正面交锋，咱们闭门不出躲，那是躲对方风头。而这个时候你的对手是谁？是你心底这个敌人，他属于这种士气正盛，要跟你较劲，咬牙切齿，你得躲自个儿。那躲自个儿怎么办呢？你要面对自己，说你怎么躲自个儿？不面对自己，我面对别的，我转移注意力，通过这种方式。刚才咱们说那王树跑到厕所里，这招真管用。我提醒大家，在家里头，比方说跟亲人要发火的时候，你这时候最好的去处就是你家里的卫生间。你去卫生间还不尴尬，那我上厕所怎么了？进卫生间把门一关，一个人的世界了，转移了注意力了，不面对，没有必要面对亲人了，在里边待个半分钟，1分钟这气就消了。不行，搁凉水，哗，洗把脸再出来，解决这问题了。这就我们说控制情绪，转移注意力。那么第二招呢，就我说的治本的招。控制情绪转移力是治标，治本是什么呢？换位思考。什么叫换位思考？就你得好好想想，你这么做，如果对方是你，你是对方，你就是被发火的亲人，你会怎么想？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就你这时候在家庭里边，你也要换位一下，换到对方的位置。他面对你的时候，你面对他的时候，你这种东西会不会给他带来伤害？就这种换位思考，在对亲人发火的时候是非常实用。你冷静下来一想，你就知道哪儿不对。你看我原来有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小朋友，我后来才知道，他小名叫二娃。他就给我讲了一个事儿，说这事儿的时候他都快哭了。他说什么什么，说我在家里啊，有一天，就我平常总好跟我爸发火，有这么一天呢，这个我爸问我，二娃，那个外头叫唤那鸟叫什么呀？他说叫喜鹊啊。隔了大概有5分钟，他爸过来，外边叫那鸟叫什么呀？喜鹊呀。你看刚才不跟你说了吗？隔了有10分钟，他爸又问，那鸟叫啥？你怎么这记性呢？这都说多少遍了跟你。这时候他爸就乐了，二娃啊，我给你看个东西。从抽屉里拿出本日记，这个日记呢是20多年前老头写的。写的什么呢？我的宝贝二娃今年4岁了，他问了我好多遍这个鸟叫什么，我告诉他喜鹊，他问了12遍，我回答了12遍，终于孩子记住了这个鸟叫喜鹊。我当爸的太高兴，把这日记拿出来，当时这孩子看了之后哭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换位思考吗？就当年你爸爸对你多有耐性，为什么他到老了你对他没有耐性？不值得我们每个人反思吗？就他给我讲这故事时候，讲自己事时候，他掉眼泪，我听着非常感动。我说我们经常啊都想当然觉得亲人对我们应该怎样怎样，你换个角度来想，是谁都拿不出对儿女的心来，对爹妈，但是你总可以对爹妈耐心一点吧，这应该是没问题的吧。我有一个朋友搞收藏的，今年已经70出头了，他老两口呢算是老来得子，大概40多岁那年吧，有个女儿，这女儿是个90后，应该今年有24、25岁吧，这孩子就懂事。我到他家我去看我这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老伴儿呢吃饭，他老伴儿呢那个高血脂什么有这些毛病，但还痛风，还特别愿意吃动物内脏，吃个肝啊肺啊什么，吃这些玩意儿。结果有一盘炒肝放在桌子上，就是溜肝尖，他女儿过来，你知道怎么处理的吗？不是很粗暴的把这个就拿走不让他妈吃，而是说妈呀，你可别再吃这个了，我这马上就结婚了，你要再吃这个呀，你可等不着抱外孙子了啊！用筷子从里边夹出2块来放他妈碗里，就吃2块啊，剩下都拿走。你看当时我看了心里头非常暖和，包括我那个朋友70出头的这个收藏家，
他呢在家里待着没事儿呢，就拿手机在网上玩什么斗地主什么的。他整不明白，他岁数大了，经常得他女儿帮他，他女儿就一遍一遍地教他。我有时候说，我说孩子，我说你爸爸这么笨，你不烦呐？我开玩笑，这孩子说什么？哎呀，那烦啥呀？我小时候我爸不也这么教我的？听得我直竖大拇哥。就你充分想一想，你家里人怎么对你的，那你这当当当就发火，就没有耐心，你对得起家里人吗？所以你要想明白这个事儿，咱们这个家庭关系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讲爱的地方，爱应该放在第一位。所以说你有了爱，这就等于治了本，你就学会了换位思考。爱是互相的，然后你再掌握一定控制愤怒的方法，就是我们说治标，控制情绪，转移注意力，这你就比较好的解决了愿意对亲人发火的这样的毛病。你说何必搞得家庭关系很紧张？明明家是一个避风港，回到家里却风暴四起。你说你外边里边哪一处是你安身之所呢？咱们不要自己把自己的环境搞糟了。所以听了我这期节目呢，你要能有所改进，对你有所帮助。希望我们收看节目的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生活和谐，家庭幸福。